我觉得我在莫离的拍摄过程当中，就像我在他的人生当中陪他一起经历了那一遭一样，他也给了我很多力量。但是我又看到这一路陪伴我走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就会很有力量，以后还是更要努力，然后踏踏实实的把每一部作品拍好，把不一样的东西带给大家。我就觉得你们喜欢我，要配得上你们的喜欢，所以他们也是我前进的动力。我希望我冲在他们前面。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晃8年已过，但好在我又回来了。Hello， 入戏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在莫离中饰演叶离。开播那天，你就写了一篇很走心的小作文，分享自己成为叶离，然后迎接叶离的感受。当时写那篇小作文，内心感受怎么样？也想了很久，然后写了一篇叶离对于我来说的感受，想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剧之前就能找到一点点共鸣的角色。看下来，我们能感受到叶离是非常清醒独立的嘛，但她其实不是那种传统的爽剧的大女主的感觉。这次演下来，在表演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叶离的难度就在于她没有那些起伏很大的那种，对，她的情绪基本上就是在她知道真相之后的一些突戏嘛。她是一个比较平静和稳重的人，对于我的挑战要克制一些，然后收住一些我自己。领导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层层把关，而且他特别细腻，也是愿意花时间然后去研究镜头。莫离出来有很多镜头单截出来，它都像一幅画一样，对，壁画的感觉，特别精美，非常用心。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可以参与到这部戏当中，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也都很辛苦，但也是你们的演绎真的造就了这样一部非常好的作品。那你觉得成为叶离之后，叶离有给你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吗？我觉得她很坚韧，即使面对黑暗她也不放弃自己。她是很有勇气很聪明的一个女子，包括后面她其实有一个重大的伤痛，但是在真相揭露之后，她也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去直面。我刚刚跟磊子看片还在说，我们就有一些低沉的戏，可能我们也会伴随着角色好像走入了他们的心中一样，我们也会有那样的状态。但到甜的呀轻松的戏份，然后我们也会变得很愉快，对，很开心，真的就是很有力量感。他永远是在努力的就是面对所有的事情，而且就还保持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在面对所有人。所以其实在成为他过程中，白鹿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强，是不是？肯定有。我觉得我在莫离的拍摄过程当中，我也是就像我在他的人生当中陪他一起经历了那一遭一样，他也给了我很多力量。那现在作为观众视角在看的时候，什么感受？因为我前段时间才看过一遍，而且我现在我也会看弹幕，追一些剧评，看到大家真的很认真在讨论说啊，清霜到底是我的第二视角，还是我的第二人格，还是我臆想出来的？还看到有人在问三叔到底是不是好人，就是我看到这些讨论我会很开心。就现在我更像一个观众了嘛，前面一次我看的时候，就我更像一个审判的人，就是我也要去看看我在里面表现。现在作为观众视角，会更多关注大家的一些声音。对，说到清霜，因为这个设定其实以往剧里面很少出现这种，而且其实之前也是没有演过这种人设的感觉，在演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吗？我觉得非常的新这个想法。其实我进组以后，领导我们有围读嘛，导演也有跟我讲叶离，包括他后面会如何发展。当时就是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我说天哪！跟我讲清霜这个设定的时候，我说这个设定太牛了，我说怎么想的？其实他是会在叶离一些特别难受到极限的一些戏份上出现，然后他其实相当于叶离的一个情绪宣泄口。很多戏他一出现就是哭着流着泪的，其实是我在哭，其实是叶离的一个情绪表达。对，在演这些戏的时候，最开始是怎么去琢磨和把握呢？导演真的很棒，然后我们每一场戏都会走到一个最恰当的方式，彼此都会觉得最舒服，然后这样会不会更好？我后来在看到清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心疼。包括他也会经常问娘子你累不累？娘子，你好累啊。我不累。那时候其实叶离很累。我后面有一次剧本的设定是清霜哭的时候，我是不用哭的，因为她是我的表达。但是后面有一场戏真的忍不住，一个眼泪汪汪的小女孩在你面前，情绪是很难控制的，就绷不住了，真的。然后我看前几天有一条花絮也是特别感人，叶离独自躺在坟墓里面，泪落下。我那场戏真的看完之后特别的共情。那场戏你拍的时候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那场很重要。其实你真的躺到那的时候，它没有那么难，情绪真的马上就拔起来了，很自然流露的一个事情。我也有时候说导演要不要这里下个雪，新生或者是他自己给自己塑造了一场梦也好，可能那会儿下雪会更戳人心一点，开始飘雪，然后我就看到了我的外祖父。我在看片的时候，我是看到他走出去，外祖父带着他，骊山所有人都回来了，然后他就笑着看着一切，但是他的笑很哀伤，淡淡的。这些人渐渐的走出镜头，最后切了一个背影，只有他一个人在走。我就是那个镜头，我爆哭，太虐了。我现在听你形容，我感觉都会让人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上次采领导的时候，他说就是有一场吃糖粉那场戏，他在监视器前，然后看着忍不住落泪那种感受。对，因为那场戏是莫轩瑶看出来，就叶离可能有心事，或者是他生病了，他就说阿离你还好吗？因为叶离这个角色，就是你一旦带入他，你会觉得他可能什么都不需要干，他也不需要哭，然后也不需要情绪起伏很大，他就淡淡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这儿被揪住了，就是很酸。会有很多戏就是叶离明明是笑着的，你就会觉得比他哭着跟你说还要难受，压在他身上的东西太重了。有没有哪场戏是特别戳你的？有一场戏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小时候，当我的小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惊讶，然后我是疯了吗？我不应该看到你，只有疯子才能看到他自己。小时候的我，清霜、朱夫子都在来接我回骊山。那场戏拍的时候就很难受，包括后来隔离之后，我好像选择性失忆吧，我好像忘记了一切，然后回到骊山自己一个人生活。其实那个床都塌了，被子啊也是自己缝补的。那段时间夜里就是淡淡的又很哀伤，很破碎。如果叶离和白鹿互换身份成为彼此的话，你们最想改变对方生活什么呢？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我觉得他那么聪明，他比我更理智和清醒一点。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想要改变我，他应该会让我不要想太多，顺其自然。他会劝慰我更多一些。我觉得他还是蛮会安慰人的，他是一个小太阳一样的存在。我成为他的话，我应该做不到像他这样。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其实你也是小太阳般的存在，就是你一直也是给大家都带来了很多快乐。特别想跟你说一句话，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一直会给身边人带来很多的快乐和阳光，希望你自己也能一直快乐，一直保持的快乐。今年是你进入演艺圈的第10年嘛，一路走来，其实你也凭借这么多角色，然后收获大家喜欢。艺人这个身份有给你自己带来哪些改变和沉淀吗？可能每个人都会觉得10年是一个节点，我也非常感慨。其实我回望，好像这10年一闪而过，真的很快。但是我又看到这一路陪伴我走过来的，就是想看我演戏的观众朋友们，都在期待着我后面的角色，包括现在莫离上，他们也在同步追剧。然后每次看到这些评论，我就会很有力量。那以后还是更要努力，然后踏踏实实的把每一部作品拍好，把不一样的东西带给大家。一路走来，其实你给大家带来非常多样、很不一样的角色，真的也收获了很多剧粉对你的作品的期待。也是希望可以保持住我自己，把我的能量保持住，然后继续把快乐、正能量带给大家。一定要一直保持这种满满的能量。其实说到时间，真的很奇妙，就是8年前，当时你不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星光大赏嘛？那一年也是我刚入职我们公司，然后当时就是我对接了你们团队。真的吗？对，当时我也是一个新人的阶段，现在就是看到你越来越好，我觉得也特别感动。谢谢。很有缘分。对对，非常有缘分。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对接到你们，然后后来看到你越来越好，我觉得特别好。这一路以来，你也收获了很多大家的喜欢嘛。粉丝的这些支持有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吗？或者心情上的一个改变？那当然，我们更像朋友吧，我们会彼此聊一些心里话。我也很爱跟大家互相分享，你们喜欢我要配得上你们的喜欢，所以他们也是我前进的动力。就是我看到，其实你经常也会在自己的超话里面时不时跟粉丝做一些分享，把自己的最新的动态和心情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大家也会非常安心，然后也会更喜欢。我希望我冲在他们前面。哇，这句话特别感动，我觉得粉丝到这也会非常感动。其实他们也特别想要让我们就给你传达说，希望你永远开心，平平安安就好了。那能否分享1、2件就是粉丝特别让你感动的事情？去年上山我在拍茉莉的时候，对，那次来应援，生日放了无人机，还一起看了烟花。因为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包括每次开机也好，杀青也好，就是能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我都很想抓紧，然后很珍惜每一次和粉丝见面的机会。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期待。那最后再给我们推荐安利一下我们茉莉。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茉莉，真的是一部诚意之作，希望大家被茉莉温暖到、治愈到，在茉莉当中找到共鸣，大家都要平平安安，越来越好。
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有感觉，就像我和磊子都很喜欢我们和离之后，和离那场戏我也很喜欢。其实叶离和莫修瑶他们是互为底细般的存在嘛，那这段感情最感动你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开始的细水长流到后来的相互救赎，他们俩都有很巨大的伤痛，也有过一丝丝误会，但是最后都坚定的陪伴在彼此身边。我觉得他们俩刚刚突然想到叫相濡以沫。对，相濡以沫是就是两个人是新婚，但是看起来就有一种老夫老妻的像一辈子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他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的那种幸福感吧。他们身上的幸福感很强，而且他们是我觉得很互补，而且是很适配的。这个也是送给你的，特别可爱。对啊，我带走了。对，就是送给你的。其实我跟他挺同步的一点是，更多不是说心疼自己，而是对自己有一种恼怒吧。比较挑战的就是他会限制很多大的行动吧，但恰恰呢，它也是一种机会，大家就更注意到你的一些细微的东西，有得有失吧。进入角色之后，你不会说每时每刻的抽离出来看自己，我觉得是更好的把它演成尽量活生生的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吧。臣为陛下荡平路上的魑魅魍魉，陛下要助臣为黑云记昭雪，为定王府正名，为臣兄长喜悦。Hello， 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啦！我是演员陈磊。那茉莉已经开播几天了嘛？作为观众视角在看的时候，什么感受？会喜欢看一些观众的反馈和对一些剧情的分析，我会觉得很有趣。大家已经开始在猜后面的剧情，包括说到第4集一个不同的视角看了这部剧的话，大家也觉得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有问有答，畅快的同时呢，又有铺下一些新的疑问和节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对，大家在追这部剧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会让你觉得说有点猜不透的感觉。是的，因为两个人一开始都有点隐瞒。那你自己在拍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注意这种感觉吗？会有，包括导演也在把控，他会有一个预制的结构。每次你接下一个角色的时候，比如说为角色有什么特别的准备方式或者习惯吗？看剧本最基础也是最难的一个事儿了。你看剧本去了解人物和他的世界，然后有必要的话就可以拓展一下当时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的一些东西，或者他人物身上有什么特长，有什么技能都得学一学。其实莫修瑶她真的是一个就充满破碎感的这种角色嘛，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瞬间是特别心疼她的时刻呢？有，但其实没有想着说刻意要呈现破碎或者怎么样，只是感受到他有时候会很恨自己的腿不好使了。其实我跟他挺同步的一点是，更多不是说心疼自己，而是对自己有一种恼怒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他一直想做的事情挺明确的，但是也由于自己现在身体上有一点病痛，就也挺受影响的。包括后来夜里他用很多刺激他治愈自己的手段，每次莫修瑶看到了自己腿确实必须得好起来的时候，他都会先有一阵恼怒，就觉得为什么我腿这样，为什么不能够救他，为什么这时候不能够去用我的腿。其实那时候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莫修瑶和陈磊互换身份的话，你们对于彼此的生活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难说，我肯定没有他厉害。首先他武功很高，其次是他的一些决策能力啊，朝堂政务的处理啊，觉得都需要知道很多的东西，涉及面非常广才能够做好。如果他来到我这的话，应该会也挺新鲜的吧，有很多东西需要他好好的探索一番。你觉得他成为陈磊之后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对你的生活或者对你的事业？对我的事业，对，我觉得他会先给自己放个假吧，放个假，因为太多东西要玩了，他要看电视啊，然后打游戏啊，然后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新鲜了，对我的改变可能就是让我放松了一段时间。剧播出之后，大家也夸你是轮椅战神。上次我们采访领导的时候，他也夸你说，就刚从轮椅上站起来那场戏特别让他惊喜。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其实也有一点恼怒吧，但是是对自己的，然后充满了很多对阿离的感恩吧。领导上次说，就是你在片场好像唯独或者说拍戏的时候，基本上跟他或者跟大家都只聊戏，很少聊别的事情。跟领导去聊的时候，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吗？我们互相都有交流想法，比如说大家觉得如果在这个事件上这么做是 OK 还是不 OK， 大家先提出来，然后大家都觉得 OK 的话，那就 OK。你自己也要调整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哎，对，其实是有点，就我可以艰难移动吗？这可以啊。就大家都有在踊跃交流，也有偶尔在聊一些了解彼此的事情吧。对于莫修瑶这个角色的塑造，有没有什么很希望说是往这样方向的一个发展？
会有这种想法跟领导去探讨吗？其实人物性格和方向上的东西没有特别大的变动，更多是对细节的情感表达，或者说怎么去表达准确这一场戏的情感，这种东西上做的细节更多一些。他想活，不是因为他自己想活，他想活着把他知道的事情，把他查到的事情，把他已经掌握的罪证交回来，交到这朗朗乾坤之下。现在大家对你的原声台词夸赞也特别多，尤其还有很多像一些动作细节这些。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塑造下来对你来说比较挑战的地方有什么？比较挑战的就是它会限制很多大的行动吧，但恰恰呢，它也是一种机会，大家就更注意到你的一些细微的东西，有得有失吧。包括它有很多情绪很隐忍的戏份，拍这种戏份的时候，在表演上会更有难度或者压力吗？还好，不会说更有压力，因为其实都挺有挑战的。那其实这个角色很难的地方，可能是既要观众相信他的病弱，但其实可能又看穿他这个病弱是装的，就是会有这种矛盾感在。那你在表演的时候如何去拿捏这个反差？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抽离视角的问题，我在进行这个人物的时候更多是带入到他那个视角吧，没有那么多抽离视角。因为很多结构的预设或者什么东西，当然前期准备的时候会有，但大家都大概了解到每个阶段该是什么样之后，就是进入角色的事了。进入角色之后，你不会说每时每刻的抽离出来看自己，我这一刻要让大家觉得怎么样，那一刻要让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更好的把他演成尽量活生生的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吧。其实就拍的时候让自己更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对，就是人是怎么说话的，怎么行动的。阿离，吓人了！阿离不要！吓人了！阿离，我的腿好疼啊！你过来帮帮我好吗？莫秋瑶和叶离之间的情感其实是互为底气的并肩前行嘛。他们这段感情最让你感动的地方是什么？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他们都很竭尽全力的去让对方变得更所谓的完整的自己吧。面对自己的一些缺失，补全对方情感上也好，身体上也好的一些伤痛吧。他们真的互相为对方带来了很大的能量，互相治愈了彼此的感觉。对，而且呢，他们很可贵的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独立且有自己事业心、有追求的人。同时呢，他又能够做到全心全意的去治愈对方。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叶离的出现的话，莫秋瑶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觉得也会去复仇吧，也会去为自己的亲人还有黑云集找血吧。那最后再给我们安利推荐一下我们茉莉。大家好，首先看这个视频就一定是有在看茉莉了，所以希望继续多多收看。然后呢，如果好看的话，也可以多多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然后谢谢大家对茉莉的喜欢，多多收看茉莉，多多支持茉莉，谢谢。然后我们最后也拍几张拍立得。